在民间有这样一句俗语，那就是一颗绿萝七个鬼。这句俗语是迷信还是有科学依据？到底该不该信？大家好，这里是花花世界的频道，花花干啥啥不行，养多肉第2名。欢迎大家订阅频道并打开小铃铛。花花今天就带大家一起解读一下这句俗语。为什么说一颗绿萝七个鬼？说到一颗绿萝七个鬼，其实主要是因为以下几个原因。一、绿萝喜欢水。在民间有这样一种说法，也就是说，一颗绿萝可以招来7颗为魂，其实也主要就是水鬼。有这样一种说法，主要就是因为绿萝比较喜欢水。其实绿萝喜欢水，主要是因为它的生长习性以及它的生长环境造成的，并不是因为本身喜欢水，然后就会招来水鬼。绿萝的原产地在印度尼西亚所罗门群岛的热带雨林地区，因为原产地就是热带雨林地区，所以绿萝也比较喜欢水。平时我们养绿萝的时候，不仅可以土培，而且还可以水培。土培的绿萝，如果土壤太过干燥，叶子也容易发黄，而且长得不旺。另外，绿萝喜欢湿润的环境，如果绿萝生长的环境太过干燥，同样也会生长得比较缓慢。2、绿萝不喜欢阳光。在古代的时候，人们通常把不喜欢阳光的说成阴性，绿萝就是一种阴性花，它不喜欢阳光直射，尤其是强烈阳光的暴晒。正是因为绿萝不喜欢阳光，所以也被人们称为一颗绿萝7个鬼。因为人们认为鬼都是阴性的，经常会在黑夜里出现，天明以后就会消失。而绿萝本身属于阴性花，所以人们认为绿萝会招鬼。其实并非如此，因为绿萝不喜欢阳光，主要是因为它的习性造成的。本身它生长在热带雨林地区，喜欢湿润的环境，同样也喜欢散射光或者是明亮的环境。阳光太强，叶子就容易晒黄。一颗绿萝7个鬼是迷信还是有科学依据？该不该信？通过上面为什么对有一颗绿萝7个鬼的分析，让我们明白了这句俗语并没有科学依据，而是迷信。其实出现这种情况，主要是因为古代的人们对绿萝了解比较少，很少了解到它的习性以及它的原产地，只是认为绿萝是一种喜阴的花卉，而且特别喜欢水，所以会有这样的说法。通过以上的了解，俗语一颗绿萝7个鬼是不能让人信服的，因为本身就没有科学依据。其实绿萝不但没有鬼，反而有很多的优点，所以很多花友都喜欢养。都有什么优点呢？花花下面介绍一下，绿萝有哪些优点。1、开枝散叶。绿萝本身属于一种藤蔓植物，只要养护得当，绿萝的枝蔓就会长得很长。在古代的时候，人们认为枝蔓很长的植物通常都有开枝散叶的美好寓意。其实绿萝也是如此，家里养上一盆绿萝，生长得又旺盛又好，总会给人青春永驻、开枝散叶、子孙连绵不断的一种美好寓意。2、招财纳福。在传统的风水学中，人们认为绿萝是一种招财纳福的绿植，因为绿萝四季常青，生长茂盛，养在家里让人看上去更加喜庆。把绿萝摆在家里的东南方向，不仅招财纳福，而且还能净化室内空气。3、净化空气。绿萝净化空气的作用很好，它不仅可以吸收室内的甲醛以及其他有害气体，而且还能够把有害气体转化成我们有用的氧气，从而更有利于人们的身体健康。所以说，绿萝还是很适合在家养的。4、美化环境。绿萝是一种很漂亮的绿植，而且是一种垂钓型的绿植。家里养绿萝的时候，可以作为垂钓花卉来养。微风徐来，绿萝的枝叶凌空飞舞，给人很美的感觉。而且还可以在绿萝花盆中立上一个绿萝柱，养成大型的绿萝后养在客厅，给人高雅又大气的一种感觉，净化空气能力也特别好。如何养好绿萝？1、土壤。绿萝喜欢微酸性的土壤，也就是富含腐殖质的、疏松的、肥沃的、排水顺畅的土壤。一般可以使用腐叶土、原土和沙混合好的土壤，然后在土壤中添加少量的腐熟的粪肥。2、环境。绿萝喜欢温暖的环境，害怕寒冷，冬季温度需要在12度以上。
温度太低，浇水多一些，容易出现烂根的情况。春夏秋3个季节属于绿萝生长旺盛期，冬季一定要注意保暖。3. 适当施肥。要想让绿萝长得又肥又美，就需要适当的施肥，尤其是在生长旺盛期的时候，一般也就是隔10至15天左右施一次稀薄的肥，然后隔15天左右喷一次0.1%的磷酸二氢钾，能够让绿萝的叶子纹路更加清晰，而且又肥又亮。什么地方不能摆绿萝？绿萝虽好，家里也不是所有地方都适合摆放绿萝。下面有2个地方就不适合绿萝生长，快来一起看看吧。第一个地方，阳台。在我们的印象里，大多数植物都是喜阳的，所以很多朋友会选择将绿萝放在阳台上进行种植。虽然绿萝很好养活，但它更适合阴凉或半阴凉的环境中生长。如果我们把绿萝放在阳台，直接受强烈的阳光，可能就会导致绿萝叶片枯黄，出现棕色或黄色斑点，甚至直接枯萎的情况。所以为了保护绿萝的健康，我们应该把它放置在明亮但不受阳光直射的地方，比如靠近遮阳功能的窗户，或者是放置在室外的遮阳网下，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。这些环境可以避免阳光直射，为绿萝提供适宜的生长环境。第二个地方，卧室。人的一生之中有1/3的时间在睡觉，换句话说，我们每个人都要花人生中1/3的时间待在卧室里。为了净化空气，很多朋友喜欢在卧室里放上1-2盆绿萝，这样不仅可以给房间增添一点绿意，而且绿萝在受到光合作用时还会产生氧气，吸收二氧化碳，使我们的房间空气更加清晰。然而事实上，绿萝只在白天进行光合作用的时候吸收废气净化空气。在白天有阳光的情况下，绿萝确实是会吸收二氧化碳，释放氧气，但在晚上绿萝受不到光照，就无法产生光合作用，这个时候它反而还会吸入氧气，释放二氧化碳，从而使房间里的含氧量降低。这时候的绿萝反而在与人争氧，严重的影响睡眠的质量。如果房间的空间比较小的话，氧气含量过低，还会使我们越睡越累。不仅如此，绿萝需要我们经常的浇水施肥，这样在盆栽的土壤里面就会滋生细菌和微生物，甚至还会招引一些小虫子，反而会使卧室里的空气质量下降。要是你的卧室也放有绿萝的话，记得要将它拿出去，就最好不要放在卧室里了。摆放绿萝的风水禁忌，接下来给大家讲讲摆放绿萝有哪些风水学上的禁忌。好的养护和摆放位置，能让一盆小小的植物为我们的人生带来意想不到的巨大改变。下面这5条绿萝的风水禁忌，家里养绿萝的朋友一定要记好了。1. 最好摆放在家中东南方向。在家中东南方向放一盆绿萝的话，有助于招财进宝。如果东南方位堆放了杂物，应及时清理，并移开会破坏木型能量的属金物品，然后好好规划东南方位的招财风水。在东南方可放置包括属水的深蓝色和属木的绿色系列物品，强化能量色彩，所以在东南方放一盆绿萝是最好的选择哦。2. 在正确的风水位上摆放一盆绿萝，会使一家人变得更加精神。在风水位上最适合的便是摆放盆景，可有效增强木型能量。而侘景要保持健康茂盛，一定要避免使用干燥花卉，它会蓄积阴气，而这时候绿萝便是最好的选择了，它可以增加室内的阳气，使人变得更加精神。3. 在家中正确摆放绿萝，能够帮助人提升灵性、领悟力等，还可绿萝激发更多的能量。倘若在卧室中适当的位置摆放一盆5层是去叶鹿梗的绿萝，能够有效提升卧室主人的事业运和财运哦。4. 将绿萝摆放在流年文昌位，有助于事业、学业的发展。绿萝摆在9子喜庆位上，可有助于吉庆喜事姻缘，家庭幸福和乐。绿萝放在书桌或办公桌旁，也能够使人吉旺开运，事业蒸蒸日上。总而言之，只要将绿萝摆在家中合适的位置，就能够带来好运。5. 一些人说绿萝不适合摆放在冰箱上，这主要是因为经常给绿萝浇水时，水落到电器上容易有安全隐患。其实从方位上，绿萝是适合摆放在冰箱上方，还有厨房、卫生间等地方，可以化解不好的煞气。如果要摆的话，记得给绿萝下面垫一个盛水盘，浇水的时候格外小心一点就可以了。
除了这些地方，还可以放在梁下柱旁，有利于化解梁柱行煞。若是放置在楼梯间，可去流动煞气。除了这些地方以外，还可以将绿萝柏悬挂在大门内或外门边，或是大门左右两侧。这样做是大大有助于旺家运的哦。还可将绿萝放在大门的客厅对角处，也就是风水中的财位，还可以帮助吸纳财运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内容。如果你还有其他关于绿萝养护的妙招或经验，欢迎评论区分享给花友。如果对分享的内容有其他意见，欢迎及时告诉花花。喜欢花花的内容，请点赞、关注并多多转发。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